嘿，大家好，我是啾啾鞋。不知道各位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很忙，好像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又常常一整天下来之后，发现自己好像也没真的做什么事啊，时间就好像握在手中的沙子一样流失掉。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那这一次介绍的这一本《你怎么看待时间，决定你成为哪种人》，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这本书的作者古本有香本身是一名经济评论员，因为节目的关系，常会采访许多政治上、商业上的顶尖领导人，像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星巴克前任 CEO 霍华舒兹，还有软体银行创办人孙正义等等。他在采访这些顶尖领导人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虽然都很忙碌，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时间紧迫而有丝毫的慌乱紧张。相反的，在这么忙的情况之下，他们却永远显得从容不迫。所以他仔细研究了这些顶尖人士如何做时间管理，就有了这一本《你怎么看待时间，决定你成为哪种人》。虽然说标题很长没错啦，但这一句话就总结了这本书的核心概念。要做好时间管理，除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技巧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改变你如何看待时间。首先，忙碌的人最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了，而顶尖领导人们却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闲暇时间无法休息，他们也常参加聚餐休长假去度假等等的。我们大多会觉得这种闲暇时间相较于工作算是在浪费时间，但他们对于浪费时间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顶尖领导人对于浪费时间的定义是不在自己支配下的时间耗费才叫做浪费。所以反过来说，要做到不浪费时间，我们需要的是有意识的使用时间。具体点来说，就是经常问自己现在是做什么的时间，有意识的把时间赋予意义。例如呢，参加聚会是为了拓展人脉，去散步是为了想出好点子，顺便运动，就连睡觉也把它当成是为了明天的工作效率做准备。这样不断的把时间赋予意义之后呢，每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就不会有所谓的浪费。这绝对不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而已哦。我们接着就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想法，时时检视自己到底现在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例如参加聚会是为了拓展人脉，结果你去了以后发现大家都不讲话，整个气氛很尴尬，或者呢是聚会场合太吵，根本不适合讲话，这个时候就达不到拓展人脉这个目的了。那就该思考是不是还要继续待下去，还是回家陪家人，或者早点睡觉补充体力也好。如果散步是为了想出好点子顺便运动，但你踏入家门之后发现外面气温34度，空气品质又差，那就要想其他的方法了。像这样子经常养成自问现在是做什么的时间，花费这段时间的意义是什么，就能减少真正浪费时间的情况发生。第二点，认知到自己时间的价值。大家都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在思考所谓时间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大多都是用比如说收入除以时间，我1个小时赚多少钱这样来算。这当然是一个很直觉的方法啦。你可以说好，我收入换算下来之后，1个小时价值是350块，所以原本搭3个小时的车程，我搭高铁700元可以省2个小时，这还蛮合理的。这当然可以，但很多人会被这样子的想法给限制住，因为价值不只是金钱而已啊。例如说搭飞机，一样都是同一班飞机，从飞行时间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啊。但为什么顶尖领导人他们会愿意花额外的钱去更高级的机舱呢？首先当然是为了减少旅途的疲惫感，这样下飞机之后可以马上比较活跃的行动，不用花时间调整身体状态。另外呢，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有更高的机会可以遇见其他顶尖领导人，在这样子的空间里相处10几个小时，在建构新的人际网络上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啊。当然这不是说大家应该都是搭头等舱，而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时间的价值远远不只是金钱的换算这么简单。也许这样出去玩的时候，你更重视跟家人朋友在路上聊天的时光，那即便高铁比较快，你可能也会想要开车，可以在路上播个音乐啦，聊聊天什么的。第三点是提出未来的愿景。一提到时间管理，很多人立刻想到的就是一天的行程安排，如何运用这24小时。但其实时间管理也包含了长时间大范围的愿景。愿景和目标不太一样，目标是比较短期而且具体的，而愿景呢是长期，可能20年、30年，也是比较概括的。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连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了，叫我定一个20年、30年的愿景也太困难。况且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你哪知道未来会变怎样？没错，但即便如此，顶尖领导人们还是大胆的提出愿景。
例如呢，软体银行的创办人孙正义就提出了一个300年愿景，他们这家公司要在300年之后还能屹立不摇。那你说他知道300年之后的世界会变怎样吗？当然不可能啊。但是有了这样子的愿景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时间轴，让你无时无刻你在这个时间轴上放大、缩小，检视自己正处于时间轴上的哪个位置，并依此做出长远来说正确的决定。所以顶尖领导人不会做出现在先这样就好的决定，因为他们提出了愿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宏观视点。当然放到个人身上也适用，例如你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跨国企业的重要人才好了，那当下有一个可以跟外商接触的案子或者是实习机会，你就应该把握啊。那在更之前则是你的外语能力要先达到一定的水准吧。所以如果你提出自己的愿景，越早提出就有越多的时间做准备，这个愿景实现的几率反而是更高的。不用担心说定错了或者是后悔了，正是因为未来的变化太大，所以你在过程当中累积的一切都可能在未来派上用场，所以不需要害怕，勇敢的提出自己的愿景，然后时时检视自己当下的决策是不是有助于达成这个愿景。所以从有意识的使用时间，到认识自己时间的价值，再到提出愿景与检视当下的决策，从改变自己对时间的认知下手，远比一开始就从技术层面着手要来的有效。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和一般时间管理书最大的不同的。当然后面也介绍了比较实用的方法啦，但主要还是帮你做一次认知的升级。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不会再用以前的角度去看待时间，也不会再一天到晚瞎忙，它能让你重新成为自己时间的支配者。你怎么看待时间，决定你成为哪种人。推荐给忙碌、深陷于时间焦虑的你。好，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别忘了下个赞。想看更多的话，就欢迎订阅，然后顺手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或点击荧幕上这些框框也可以。那这次就这样咯，我是啾啾鞋，下次再见咯，拜拜。